你曾经卖过最贵的手表是多少钱呢1900多万。？1900多它万。信任是最重要的，即使我输钱，我也不可以输掉我的信任。谈判里面，你取胜的关键就是你手上掌握了多少对方的筹码，你要去做的东西，你就敢敢去尝试。因为随着你做的过程中，你会有越来越多的认知，但是关键是你第一步必须要先踏出去。很多人觉得挫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实顺境也是一个考验。顺境考验的是你的人格、你的人品，你会不会飘，它会造就你之后的下坡路。假设你看一个人他很成功，不是因为他现在做了什么，而是可能他3年前、5年前做的决定，才会有他今天的结果。不应该专注在你没有的事情，你应该专注在你有什么东西。本期节目由 Mambu AI 赞助播出。Mambu AI 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与 AI Agents， 结合落地、陪跑、复盘的服务模式，颠覆传统客户服务体系，协助企业实现更快速、高效、全天候的客户互动体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Darren， 你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是 Dreamwatch 的 Darren， 然后我是做名表买卖的。我们专注在4个牌子，Patek Philippe、Richard Mille、Rolex 跟 AP。Darren， 你今年几岁啊？我是97年的，今年28岁。Darren， Dreamwatch 到现在有几年了呢？ Dreamwatch 是21年成立的，所以今年是第5年。第5年，你会方便透露一下目前的营业额大概是多少吗？我们营业额最高有到过9位数。在这一行，可能你会觉得哇，9位数是很高的一个营业额，但是因为我们手表的单价它就是很高的，所以营业额自然会比较高，就很像房地产这样子。房地产它卖一个屋子也是几百万，我们手表卖一个也是至少都是几十万到100多万、200万，甚至更高都有。那么的人我就很好奇啦，这样你曾经卖过最贵的手表是多少钱呢？我卖过最贵的手表是1900多万。1900多万，它是 Richard Mille 的 RM5302，全蓝水晶制作的一个手表，然后这只手表全球只有8只。谁会买这么贵的手表哦？是马来西亚的一个人买的，但是 Cash buy 吗 ？Cash buy， 但是不能透露他是谁。OK， 我们先把时间线拉回去，最早一开始这样子了。是我很好奇啊，你一开始是怎样进入这一行呢？其实我早期不是想着要做手表的。我从我大学毕业了之后，我遇上了 MCO， 那时候是19年尾。然后我一开始我是想找一份工作，但是我怎样找工作都没有人在请人，然后我就踏入了做 crypto， 在 crypto 里面做套利。crypto 套利就是讲 OK， 可能我从2个平台，我把钱进过去，他可能会一些平台他会给我更多的这个 crypto。就是可能我进1000块，他可能会给我1200块，但是这个200块我是不可以 withdraw 的。但是我就用2个平台，我去把它对冲出来，就是一边买上一边买下，所以把钱搬过去一边，全部 withdraw， 做 crypto 的对冲。你是什么背景的呢？你大学读什么？我大学我是读金融跟 marketing 的。金融 marketing。对，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有接触投资，所以就会了解到这一行。你 after that 呢？做 crypto 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有跟专柜买手表的，在 MCO 的时候，除了 crypto 大涨、股票大涨，其实手表也是暴涨。然后那时候他就想把他这只手表卖掉，他就懂我喜欢手表，他就问我，诶，这只手表还是你要帮我卖一下？其实他是问我要不要买，可是那时候我买不起，我就讲我帮你问看，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手表的，但是我就问他们之间有一个3000块的差价，我就这样子直接转手卖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所以那时候开始我就很好奇，谁会买这么贵的手表？因为他给我买这只手表，他是 cash buy 的，这只手表差不多14万 AP 的一只手表。然后我就好奇你这只手表，你竟然可以14万给我买这只手表，这样你一定是可以卖更高。你可以卖多高？你卖给谁？谁会买这些手表我就开始对这行产生了好奇，而且我发现到这一行其实它很不透明。我上网找资讯是找不到的，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什么资讯。而且手表在网上它的这个价钱是高的很多。那时候我上网看，我记得这只手表好像是标价15、16万。从那里我就开始去找它的各种渠道，我就加入很多的这些群去认识玩手表的人。因为玩手表的人他们会买表，他们通常就会卖表。通常玩表的人他朋友也是会玩表，他们就会这样子介绍就是在这里慢慢做起。那么的人像你刚才提到，其实我是很好奇了。
底为什么会有人花100万或者甚至更多来去买一只手表呢？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炫富吗？其实手表呢，它已经是成为了一个财富跟地位的象征。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它是有一个历史的，因为最早期的表，那时候是怀表，那时候还没有手表，就是为皇室跟贵族而设计的。在以前的时代，只有富人阶级，他是需要精准的知道时间的，因为他们需要参与战事，他们需要可能会议或者从事这些国际贸易，所以他们需要精准的知道时间。但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是工匠，他们是农民，所以他们不需要知道精准的时间，他们只需要知道现在大概是什么时间，所以他们依靠的就是日出、日落或者教堂的钟声。所以在以前的那个时代是很容易划分的，就是只要你看到这个人他的身上是有怀表的，这样子他一定是富商或者以上的阶级。所以这一个怀表等于地位的这个社会符号，就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社会。我觉得炫富他是比较粗暴的去讲，其实他是想身上有一个跟他的身份、跟他的财富匹配的一个物品就直接戴在手上，别人一眼就看到。他也其实不会讲特地的去炫，可是就是一种潜意识、无形的沟通。因为那一只手表，如果懂的人他就懂，这只手表大概是什么价位。这样我就好奇了，这样贵的手表了，你怎样获得他们信任呢？这一行的名声是特别的重要信任是最重要的。即使我输钱，我也不可以输掉我的信任，因为这一行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SOP 怎样去进行。举个例子，假设今天我卖到一只假表，如果我对这件事情没有负责的话，这样子这个事情是在这个圈子很快就传开了的，我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圈子里面继续混下去。所以我对待我每一个交易我都是非常的仔细，不可以有出现任何的差错。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哇，一只表几百万几千万，这行肯定很好赚。其实事实到底是怎样呢？或者讲说背后会有这样的风险吗？其实有很大的风险。这一行它是一个高回报、高风险的行业。我举个例子，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你收一只手表，你如果以为它是真表，但它其实是假表，它很可能就是把你一整个100多万输掉。这样子，这一个丢，你可能要用几十个丢来补回。然后这一行其实经验也是很重要，所以我这里自己鉴定一轮，我还会拿给第三方的机构鉴定。或者我会问一些很有经验的同行，就是不懂，问到完全100%确定为止，因为任何一点的风险都不可以冒，一定要100%保障才可以收回来。我的人讲回这一行手表这一行，可能也算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个行业可能很多听众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他也会很好奇其实做这一行是不是很多人都是做偏的嘞？是，这一行其实是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但是其实任何一个高价值的产业都是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资金的。但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就是一定要合法，一定要专业。所以跟我买手表的客户，我也通常如果他不讲，我也不会过问太多，我也不会带有色眼镜去看他。就是我的职责就是专业的给到你这个手表，专业的给到你我的服务，就这样子。那么在刚才前面你有提到一段，就是在于这一行可能会有一些很多不同的内幕或者它的水很深那我们可以勾出这把水很深，讲水很深。就是前一阵子才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表行家，他基本上不算是一个正式的表行，然后他就是一只手表，他卖给很多个客户，收取定金，卷走应该是整1000多万。我再跟你举个例子，就是手表。有些人他们会这样做，就是一只手表它是正装的手表，但是他可能会买一些假的零件跟这只正装的手表拼起来，在行业里面我们称为拼装表，但是它卖成真表。或者改保卡的事情，保卡就相当于一个手表的身份证这样子每一个保卡它有不同的年份，就像出生日期这样子，每一个不同的年份它是不同的价值的，所以有些他会把旧的年份改成新的年份，就为了多那个可以赚多一点好像 Richard Mille 这样子的手表，可能每一个年份它会相差一个几万块，可能2万到5万块，看什么手表。
所以你改保卡这个事情，它是可以给你很大的利润空间的。或者一些手表它保卡不见了，它去做一个假的保卡，有保卡跟没有保卡的手表，通常价钱会相差一个15%，就是非常多了啊。这样的人好像你经常deal跟不同的表行啊，或者客户，你有试过被骗吗？有啊，被骗定金，就是这个他其实他就是一个骗子，他不是一个表行，然后他这个人他冒充成了一个表行，卖手表给我。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在跟他买这只手表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我直觉跟我讲，这个手表太便宜了，要小心一点，就是一个直觉罢了啦。然后因为我不认识这个表行，我跟这表行不熟，我就问我的搭档，你认识这个表行吗？他讲，OK， 这个表行是可以的。他只是这样子讲了一下，我也没有去做多余的 checking， 我就直接把定金转给这个人，然后一转给他就 block 我就懂我被骗了。哎呦，那怎么办呢？拿不回来没有怎么办？定金肯定就是被骗了，是拿不回来的。但是我对这个事情我有一个总结，就是第一，其实在事先的时候，我有一个直觉告诉我，这个手表太便宜了，但是我没有听从那个直觉，我没有去做更多的 proof checking。第二，为什么我的搭档他会觉得是 OK 的？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名字跟这个表行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的号码也是只是跟他差了一个字，电话号码在 WhatsApp 了。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更加听从我的直觉，这样子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可以避免到。所以之后的所有的 deal， 现在我都是很跟着，我对我的直觉是很敏感。如果我的直觉跟我讲这个 deal 可能有点问题，或者这个 deal 太顺利了，这样子我会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会很依靠直觉做事情。可能让我错过了一些机会，但是我相信也是让我避免了一些很大的坑。你是怎样去训练你的直觉或者是你的判断力呢？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东西是直觉。我觉得直觉是你的身体或者你的潜意识在跟你沟通的一个声音。我觉得大家都有直觉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去听从这个直觉。举个例子，好像你要去一个很暗的小巷，可能你进去这个小巷前，你心里会有一个声音跟你讲，我觉得还是不要进去会比较好。或者当你想要做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可能会跟他不要这样子做。或者当你颓废了很久，你可能心里有一个声音跟你讲，我不可以这样子继续下去哦。这个就是我所谓的直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去听从这个直觉。怎样去训练这个直觉？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冥想念佛经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会去注意到在我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会去注意到我心里的那个声音，我不会去忽略它。我这个很像冥想，有点提到啊。对，其实冥想它就是在训练这个东西。因为冥想，你想一下，冥想你是在做什么？冥想就是坐着，然后当你坐着的时候，你脑里面会有很多的声音出来。其实这些声音它就是直觉，就是你脑在跟你沟通然后你去意识到这个声音去听见他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冥想就是训练直觉很好的一个方法，而且往往我觉得直觉都是对的，是我们后来可能因为我们把它想得太复杂，或者我们贪婪，我们的人性去把这个事情想要变复杂了。你一开始的那个直觉往往是对的。那么创业到现在，其实也是很多东西都是从教训那边得回来的。那么会不会有一些东西，你是希望在你创业之前就有人告诉你呢？我当然希望有一个人，他可以把所有东西告诉我。可是同时，我又相信，即使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存在，他把所有东西告诉我，我也未必会完全听他的。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要踩坑，才真正的会学习到。而且我觉得创业的人，他们就是会有一点点不完全听你讲的，然后自己去踩坑，自己去 try， 然后得到自己的总结。对哦，就是创业人本来就是这种，就是因为他不听人家讲，所以他才会做不一样的做法，不一样的事情嘛，就是创业嘛。如果你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你就可能就不会创业了。就是因为他觉得别人做的不好，还要去做，所以你告诉他，他也会不会去听？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子，他们通常会有一点点就是不听的这种特质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要取个平衡，因为有时候其实你听，
前辈给你的话，真的可以避免很多的坑。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平衡点要靠自己怎样去拿捏。我也在拿捏这个平衡点。这样的人，你讲的特质啊，好像你接洽的这一些客户啊，很多我们讲你的人脉圈子啊，都是一些 high net worth 人。那么从这一些你遇到这些人呢，sometimes 你可能会跟他们一些交流嘛，对吗？这样你有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吗？就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想要去做的东西，你就敢敢去尝试。很多人其实他是看到机会，可是他看到机会了，他没有去行动，导致后来他错失了这个机会。有任何想做的事情，就去做罢了。因为随着你做的过程中，你会有越来越多的认知，越来越多你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的解决方案或者看法，所以它是会越来越好，它是会让你进入一个正向的循环。但是关键是你第一步，你必须要先踏出去。第一步如果没有踏出去的话，是不会有接下来的所有事情的。别人你提到这一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讲说，我要先想清楚我才做。我们不一定讲说在商业上，或者讲说在创业上，可能比如你要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本书，你会讲，哎呀，我要想先我才写。其实我听过一个说法，写一本书开始是写它，写过第一个 version， 你就会得到想法，然后第一个 version 丢掉它。对，所以先 focus on 做完第一个 version。另一个我听到的说法是在于商业模式。很多人会想，我要思考，我要想一个商业模式出来。其实商业模式它不是想出来，它是做出来。对，你做了才会有想法，做了才会得到那个 feedback， 你才能去复盘。所以反而是好像梁人刚才提到的，就他们很多在于敢于去做，他不会想的太多，他会先判断，凭直觉，可能就去抓住那个机会，再从那边去想接下来应该怎样做。I think 这个就是区分了大多数人了。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可以想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要多想，你只是可以想到你认知以内的事情。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去真正去做一个事情，我会发现到在做的过程中跟我们一开始想的不一样，所以在做的时候它是会改变我们的想法的，我们会有更高的思维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你一开始我觉得想是很好的，你就能想你能想到的，但是接下来一定要做的过程中去提升。但是如果没有做的话，所有东西都是空想。像你提到认知了，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的。那么要怎样去打开认知呢？打开认知的我分为3步。打开认知的第一步是你要相信你可以去得更好，然后第2步是要足够谦卑，因为自大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装进更多的东西的。但是第3步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也是最难的，就是你要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往往你最想得到的东西都是在你最不想看见的地方。其实你在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到你的认知上会发生变化。它是很奇怪的，就是认知不是讲你听过来，或者你去读书，还是你听别人讲，你就马上认知被打开了。它可以点醒你，但是真正打开认知的方法，我认为是透过你后来自己去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你总结，认为什么东西才是对你最适合的，在那个过程中，你打开了你的认知。假设好像有人讲你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为什么是行万里路？就是这个原因。自己得到的总结才是你的认知了。对，而且其他人得到的这个总结未必是最适合你的，因为他是基于他的经验而得来的总结，他把他的这个总结给到你，但是你未必有他所有的之前的经历，所以他给到你的这个宝贵的知识，你还要靠你自己的实践，自己的行动去得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认知，属于你自己的总结。那么当然我们聊一些关于你个人的了。但其实看回去了，你一开始是做 crypto 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有想过你会做这个行业的吗？没有，从来没有想过。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以为我是会出来就是去一个大公司，maybe 一个投行机构，还是一个股票公司
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手表它也是有一点点金融属性在里面的，就是做了之后它也是有价格的变动啊，也是一个价差。有些人也是把它当做成是一个投资品或者一个收藏品，所以我觉得有关系到。而且客户也是 high net worth 啊，客户也是 high net worth，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读金融，它对我手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因为金融其实就是风险的控制，手表这一方面也是，只要你在这一行，你可以长久的做，你风险控制到好，这样子你是可以就是赚到它一个很持之以恒的钱，它都是风险的控制，你不要一个丢出很大的错误，把它全部输回去，基本上是可以做的，我觉得蛮不错的。那以前大学的同学怎么看呢？德仁，为什么你突然做表行啊？会吗？他们有时候会讲一下，就是哇，做这个都不用文凭了，所以你直接去读大学来做么？但是我觉得没有这样讲，就是大学也不完全是为了那个文凭。我觉得任何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章节或者任何一步，其实它都是息息相关的。可能有些人他今天在从事这一份工作，他觉得这份工作没有意义，可是很有可能他下一个 career， 他会因为他现在做的这份工作而得到一些跟别人很不一样的见解或者一些总结，就很像 Steve Jobs， 他之前就是有学那个 typography， 就对他的 Apple 之后成立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他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他看回去还才想到，每个人的际遇不一样。对，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对接下来的事情会不会有关联到。是。那么讲到这一个了，每个际遇都对接下来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些塑造。那么我们看回以前的话，如果从小了你有发现到你跟同龄人有什么不一样？比如你跟你的同学，从小到大我有一个信念，就是我相信我自己一定会成功，就是一个你可以讲是一个盲目的信念，盲目的自信。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是因为我的父母给到我很多的爱，给到我很多的信心，给到我很多的肯定。但是后来长大，我发现到不是每个人他心里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你先天父母没有给到你，其实信心跟勇气它是可以靠你后天一点一点累积而来的。我虽然我讲我从小到大我相信我自己一定是会成功的，但是我也有很多的阶段是我感到极度不自信的。例如我从大学刚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迷茫，但是怎样去应对这个东西呢？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不要害怕，实行一小步，从这里慢慢，当你发现到你做这个事情得到一点成就感，得到一点成绩，你的信心会慢慢的增长，所以它是一点一点累积而来。只要你在这个正向循环，你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成为一个自信的人，或者一个有勇气的人。那么 from hindsight 来看呢，你认为呢，创业到现在你做过最关键影响最大的决定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我投资 crypto， 这个是我影响最大，同时也是我的事业的低谷期。怎么说呢？因为投资 crypto 让我接触到手表这个行业，然后一开始我投资 crypto 的时候赚到蛮多钱，基本上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所以那时候我又刚刚大学毕业出来，是吧？又赚到第一桶金，我就可能我觉得我自己有点飘，所以花费那些都是没有什么太去顾虑，乱花费。然后 crypto 一直涨，手表一直涨，但是之后2022年的时候，它就大回调，我一直不断的追高，所以我在 crypto 上面赚的所有我都输回去，而且在这一个过程中，我花了很多钱，所以让我陷入一个几乎那时候可以讲是清零的一个阶段了，没有到破产了，但是就是已经很接近了，没有什么钱剩了，所以那个就是我近几年来我觉得我人生最低谷期。然后后来我是怎样走出来的，就是我相信啦，其实我投资 crypto 的是我的眼光那时候是没有错的，但是错是错在什么？我自己总结的是我自己太过贪婪，我去追高，然后这个东西可能是就是可以让我一夜暴富，荒谬的想法，就觉得做好这个我改天就不用做好还是什么这样子。可是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嘛，所以就是重拾状态，重拾信心，慢慢一步一步的
做回就是卖手表，然后再把在 crypto 上面输的慢慢的买回，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长远的，我觉得这个方向它是没有错的，是我自己的贪婪导致的嘛。从这里我也是吸取到很大的一个教训，低谷期它并不可怕的，当你走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它不是一个太可怕的东西，因为这个低谷期它让我现在的想法更加的坚固，而且我不再这么害怕的失败，因为失败过了嘛，痛过了嘛，就觉得其实痛也没有这么可怕，就走出来。但是你要让我经历一次嘛，我会尽可能的去避免就是不会再去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去做all in这种事情。然后所有的事情其实很少存在一夜暴富，少之又少，甚至可能根本是不存在的。真正的东西是你必须靠教训，必须靠实践去换来的，它才是长久可以让你继续成功，让你继续升迁的智慧。所有的经历都会去塑造你接下来的路，就是可能那个低谷会让你去调整你的心态，让你接下来的时候会能够避开更大的坑。我觉得是这样子，人都是在失败或者挫折中才真正学习了。在你的很顺利的时候，很容易得意忘形，通常这个时候不是学习了，挫折才是让你真正学习的。所以其实经历了这个挫折之后，我还有一个总结，就是人在顺境的时候也是一种很大的考验。很多人觉得挫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实顺境也是一个考验。顺境考验的是你的人格、你的人品，你会不会飘。如果你飘了之后，这样子它会造就你之后的下坡路，因为那个就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我觉得现在我们任何面对到的一个环境，任何面对到的一个局面，都是我们之前所造成的。假设你看一个人他很成功，不是因为他现在做了什么，而是可能他3年前、5年前做的决定，他3年前、5年前选择坚持，选择走了一条可能大家不认可的道路，才会有他今天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突然间今天他破产了，绝对不是因为他今天做了一个决定，可能是他在高峰期的时候他已经得意忘形了，累计才会导致到今天他有一个破产的局面。所以没有 overnight success， 也没有 overnight failure， 没有 overnight success， 只是我们时常看到的，我们觉得我们看到的是很表面的东西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在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努力，他付出了多少的心思，走过了多少挫折。Darren，你有看书的习惯吗？有没有什么书是你觉得对你帮助很大，你想要推荐给年轻人的呢？有3本第一本是 12 Rules for Life，Jordan Peterson，特别适合年轻人或者处于迷茫期的人。然后第2本是 As a Man Thinketh， 它是讲斯多葛主义，就是 Stoicism， 跟佛教的那个学派有点像，就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环境，你只是可以改变你的心境。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社会，这个技能是很需要，这个思维是很需要的。还有一本是我现在在看的，我还没有把它看完，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本书叫做《恒定力》，恒定力讲的其实就是专注力，它是讲能量跟专注力的。我觉得在这一个时代，特别是年轻人，太多的 distraction， 专注力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想要达成一件事情，专注力是非常的关键的，需要具备的一个要素。所以我会推荐这3本书。那么 Darren， 对你来说有没有某一句话或者某个建议是对你影响很大的吗？有，就是12 Rules for Life 里面的其中一个章节，就是 Compare yourself to who you were yesterday, not to who someone else is today。 他要讲的就是你唯一适合比较的是跟你自己。为什么？因为任何人他跟你都是完全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育，不同的经历所以我们如果只是看到今天他的一个很片面的成功，还是任何东西都好，我们就这样子跟他比较，其实是很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成功的背后，可能他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可能他事业上的成功，可能家庭未必，但是我们跟我们自己比较，跟昨天的自己比较，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符合的。为什么？因为他跟我们有一样的背景，跟我们有一样的学历、工作、想法
你唯一的就是从那个基础上不断的进步。它里面有2个很关键的重点，我觉得第一就是它强调的是每天的进步，你要跟你过去的自己比。第二就是你不是跟别人比，你是要比你自己做得更好。它强调的是一个不断自我突破。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早期我出来的时候，尤其是现在 social media 的时代，你会看到很多人很多的成功，但是太多的跟人家比较，其实会给自己造成一个很大的焦虑感。最大的关键是你要一直不断的进步，进步它不是直线型的，它是 non-linear 的，所以只要你一直复利，一直不断的走下去，你可以去到一个神速进步的状态。这个就 back to 刚才你提到在冥想，因为很多人他可能看外面看外关外嘛，就会很多 noise 很多 distraction，把少了那种关内，就少了直觉，少了判断，少了 focus，所以没有去看到自己内心，没有去 compare to 自己。是，所以为什么会冥想这些？其实我做的这些东西，我背后都有一个目的。有些人他觉得你不给有太多的目的性，可是我觉得其实目的是很重要的，目标跟目的是很重要，因为它会决定你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你最终想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它会影响你的过程，以结果为导向。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好像我冥想这些，其实就是为了锻炼我的心境。那么的人刚刚你也是有提到一段是在你大学出来有一阵子是比较迷茫。对。那么对于你是刚刚经历的那一段时期嘛，那么你觉得了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其实面对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其实我也是年轻人我朋友或者比我更年轻的一些人，他会跟我讲，觉得很迷茫。我觉得迷茫是没有错的，我觉得迷茫是为了让你找到正确的道路。不只是你迷茫，其实我也迷茫，大家都迷茫，30多岁、40多岁的人，偶尔他们也是会感到迷茫。但是你在这个迷茫的过程中，其实他就是在思考什么东西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所以不要觉得所有的事情我可以把它想清楚，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可以想清楚的，就是你只能想你所能想到的，接下来你就实践，你去做。OK， 总有一天你看回去，你会觉得所有东西其实它都是 make sense 的，所有东西它都是连贯性的。不要把生活想成一个能够想得明白的，因为生活是太复杂，它不是一个 project 可以想得好，或者一本书它读得完。生活是一直在进行的，一直在变化的。所以迷茫是一种你的身体在告诉你需要去思考的东西对，它是你在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或者寻找你自己真正想要的一个过程。那个过程的感觉就是会有迷茫的。别人你可以分享更多一些对年轻人重要思维吗？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觉得生活是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或者应该要怎么样生活。其实生活就是靠自己去发现。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是不变的，就是不管你在做任何事情，不管你是迷茫或者不迷茫的状态，一定要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因为只要你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你就会得到很多的总结，很多的挑战。然后这一些经历，它是永远伴随着你的。不管你带去任何一个行业，或者之后你换任何一个道路，它都是可以带过去。而且你想一下，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未来的道路会怎样的，这样子你更应该做好你眼前的事情，因为很有可能有一天就是会需要你今天所学习到的东西，就让你成功了，或者让你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先专注在于把当前的事情做好对，就是 focus on 眼前。如果你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方向，这样子能够确定的就是把东西做好，这个是确定不会错的。那么的人像你28岁嘛，就是我们经常听到，或者是30岁算是一个分水岭了。有什么东西你觉得还是30岁之前应该就要知道的吗？我其实本身是不觉得有什么事情是一定需要在30岁想清楚的。我觉得每个人的花期都不一样，但是我认为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就是你可以不用把所有事情都想明白，但是目标是一定要有的，因为你只有了目标，你才可以去实践。你在实践的过程中，你才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总结，你才可以学习到。只要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只要你是
正向的不断的学习的，总有一天你一定是可以达到你的目标的。至于你认为30岁之前应该要有怎样的成就，或者应该要有怎样的生活，我觉得那个是很 personal 的事情，那是自己去定义的。不要因为别人跟你讲你30岁之前你应该要成家立业，OK， 你应该要把这个事情想明白然后你就觉得我没有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做的不是很好或者我是不是应该要怎样怎样？我觉得没有这样子的东西。人生是你自己去定义的，不要跟别人做比较了。你可以拿别人作为一个参考，但是不要觉得就是你要活得跟他一样，你要适当的取一个平衡点，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最适合的。因为如果假设他30岁，他取得很大的成功，可能他的起点高但是如果你的起点跟他相差很远，这样子你可能可以定义一个对于你来讲其实是已经很高的高度，但是未必你跟他比起来就是在同一个水平上。那么可能很多正在收听的年轻人，他们可能都会思考了，这样可能他就觉得，我又没有钱，没有资源，没有人脉，很迷茫，不懂怎样开始。那么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这个的专注点放错地方不应该专注在你没有的事情，你应该专注在你有什么东西。任何一个人他一定有优点的，你要去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是什么。假设没有钱，没有背景，但是就是你一定要发现你的独特点，可能你会做选择，或者你会 manage，OK， 这样子你这一个优势未必是其他人有的，你要善于利用你这个优势把它放大，因为没有一个人他有具备完所有的强项，然后不要觉得所有事情你必须要一个人去完成，就是不要觉得你一定要有资源要有背景，所有东西同时需要出现在你一个人身上。很多的这些强大的企业还是任何的事情都好，它其实是背后是一个团队在做的。你可能会觉得你无力感是因为你始终是以一个人的思维去想他们整个团队做的事情，这怎样讲比得过他们呢？如果你把你自己想象成是一个很大的团队里面的一个角色，我可以把这个角色的岗位做好，这样子你这个思维你就可以跟很多不同优点的人去配合，善于合作，所以你们就可以创造出很不一样的火花。没有背景，这样子你可以去找有背景的人可能你没有背景，但是人缘好这样子你可以去查有背景的人没有资金，如果你有一个 plan， 这样子你可以去找有资金的人因为有资金的人他们就是想要让他的资金成长更多，他们缺乏的就可能就是 plan。 任何的一个缺少的东西，它的反面就是背后有一个需求，你要去散发，你要去想到这个需求是什么，我可以讲弥补。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是有优点的，如果一个人讲他没有优点的话，是他不善于发现优点。这样子我觉得他第一个功课就是去思考怎样发现优点。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只要你想明白，其实你会发现到它都是有步骤可以去进行的。那是很好的，就是 focus 在于去想到自己的一些优点，可能是对方有你有的东西，他没有你有的东西就是对方可能有你没有的东西对方我有你没有的东西，但是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配合。是，所以可能对方有资金，你没有资金你有一些东西是他没有，可他没有时间，对他没有执行团队，是你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是，或者可能没有这个 idea， 你就刚好有这个 idea。那么的人最后了，对于一些人可能他们正在处于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在做这一个人生重大的抉择，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我觉得就勇于去做选择，改变它是很可怕的，它是很吓人的，但是你不改变其实是更可怕的。假设你是一个年轻人，现在28岁，你觉得你的这个工作不是很理想，不太喜欢，但是你不敢去做改变，你就觉得其实这个工作也没有这么差。但是你只要不改变，世界它是一直向前的，你不向前，世界会向前。可能3年过后你31岁那时候你的成本更低可能你有家庭，你会更难去做出一个改变，更难去做选择，因为你的筹码变少了。
这样子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其实你的心里会累积很多的负能量。假设你面临一个抉择，你认为我该不该做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你该不该做的事情，其实是你想做的，而是你要做这个抉择，你是会面对到什么样的你害怕的事情。你应该想的是，你应该去正视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我要讲解决这些事情，从这里去开始，然后也是一个培养勇气的过程。